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冰岛的数字游民签证啊。首先的话，介绍一下冰岛的国家吧。那么冰岛的话，它是一个岛国啊，它位于在北大西洋啊北面，然后非常靠近北极那边啊。然后呢，它是位于北欧吧。然后它的地理位置呢与众不同啊，它是有点离开这个欧洲大陆的，所以说呢，它没有经历过什么一战、二战啊。那么它的冰岛的话，它也是没有什么战乱啊，比较安全啊。还有的话就是冰岛的人口比较少啊，它只有37万人口啊，可能都远不如一个北京的大点小区啊。那么冰岛的话，它自然资源的话啊，因为人口少嘛，所以说每个人的话分到自然资源特别多啊。那么它的自然环境也非常好，然后呢，它也非常环保啊，所以说呢，它致力于可持续发展，保护自然环境啊。之前呢，我在一本书上看到啊，冰岛的话，这个国家呢淡水资源非常丰富，而且呢，它电力资源也非常丰富，所以说呢，冰岛的电啊是用不完的啊，基本上。那么所以说很多这种存储服务器的啊，这云计算公司啊，把服务器放在冰岛，因为它第一个气候比较好，比较寒冷嘛，所以说它就省了这些空调措施啊。那么电煤又便宜，对吧？所以说冰岛是一个很好的数据中心嘛。那么作为数字游民来说的话，那冰岛的话，这个网络质量的话啊，互联网这个连接率的话是很高的啊。那其他的话，冰岛在经济指标、教育指标、生活质量指标啊、环境指标、安全指标都是世界上先进和发达的国家啊。因为冰岛的国家嘛啊，首先它岛国啊，人又这么少，犯罪率很低啊，治安非常稳定。那么冰岛的这个国家的话，人均 GDP 啊，在2021年的时候大概达到了58000美元。那么所以说，冰岛是世界上人均 GDP 是非常非常高的国家啊。这还是归功于这个冰岛的稳定的经济和高效的政府管理啊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网站啊，这个网站的话是冰岛的移民局官网。那么首先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网址啊，是不是官网的网址？那么这边的话，右上角这边的话，它是可以切换语言的啊。进来的时候它是个冰岛语言的，然后我切换成英语了。英语之后呢，可以把它翻译一下。好了，我现在翻译好了啊。那么这个网站，然后下来之后呢，我们要申请签证啊，申请签证。申请签证之后呢，我们要往下拉啊，这边有个长期签证，因为这个签证是属于长期签证的啊。然后我们点这个啊，就是长期签证啊，就是为了这个远程工作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到达这个网页了啊，这个网页是专门介绍这个长期签证有哪些要求啊。首先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一下，然后大家看更仔细一些。好了，我已经翻译好了啊，这边有个申请表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先看一下怎么要求啊。比如说这个长期签证啊，它是远程工作的，就是数字游民签证嘛。那么允许他们为远程工作目的在冰岛停留90到180天啊。因为它的申根签证的话，它毕竟这个冰岛啊，它属于欧盟区，那么它有些时候呢还受限于这个申根签证的影响啊，所以说呢你停留时间的话不能太长啊，90到180天，比如3个月到6个月啊。那么主要的话就是远程工作的话，就是说你的雇佣者啊，就是雇佣单位啊，是冰岛境外的工作地点啊。那么只是说他允许你在冰岛上班啊，没关系啊，对不对？那配偶和伴侣、子女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啊。他这个翻译啊，就是也可以是获得长期签证的啊，同样可以获得啊。那么这个保持期的话是持有者的意思啊，远程工作长期签证的持有者不会获得冰岛身份证号码啊，这个是不会获得的啊。那么申请费用的话是挺便宜的啊，这个12000多克朗啊，这个10000克朗的话是70美元啊。那么就是十，那么1万的话就70的话在90美元左右啊，12乘以7左右啊，相当于人民币的话就是400多块钱嘛啊。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，条件啊，首先的话你要来自于这个 EEA 啊，这个的话是欧盟区以外的国家啊，EEA 就是你非欧盟国家的人啊。然后呢，你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进入申根区啊，所以说就是说你呢条件的话，说实话，如果大中华地区的话，两岸四地的话，那只有这个港澳台这个符合的啊，港澳台的话是不需要去冰岛的话，不需要去申根签证的啊。比如说，我这边调出了这个冰岛的护照啊，它是免签港澳台的啊，但是内地的话它去不了，所以说呢，应该是互免关系嘛，所以说呢，冰岛的话是可以的那个啊。而且冰岛这国家的护照啊，在全世界排名的话达到第7名啊，所以说这冰岛的国家还是非常好的，非常先进啊，各种指数都非常高啊，包括人类指数啊、那个发展指数啊、青年指数啊、民主指数啊都是非常高的。
那么我们再返回看啊，就在过去的12个月内啊，冰岛当局没有向您签发长期签证，就是说你过去的1年内没有获得过长签过啊。停留的目的是在冰岛远程工作啊，作为外国公司的雇员或者作为自营职业者，就是要么老板，要么就是员工啊。你不打算在冰岛定居啊？这个签证的话，其实说实话是不能转换成永久居民的啊，不能永久居民。但是如果说你去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可能会，你可能会有更多思路啊，那么可以了解当地。那么如果你还想申请配偶或同居伴侣的话，你要可以证明每月啊，收入的话这个更高啊。如果申请配偶的话，收入的话就是要达到这个$7000啊，$7000，这个的话是要$9100啊，$9100大概折合外汇的话，那么配偶和同居伴侣的话，如果说你获得了之后啊，他可以免除这个签证义务啊，就是他可以同样获得啊。那么如果说子女的话，他也可以获得啊，因为你的话就是可以家族关系可以获得嘛。然后有效期啊，它这样子的，就是如果说你从自己居住的地方啊、居住国家或地区申请的话，那你还没有发放这签证之前，你没有来这个冰岛，那么你就可以获得这个180天啊，就是直接给你发半年签证啊，半年的远程工作长期签证。那么如果说你提出申请了，然后呢，你中间呢刚好申请还没给你审核完成啊，还没发，然后你去了德国，去了法国啊，那么法国你待了5天，待了10天啊，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180减去5或180减去10啊，那么减去你在申根区停留的天数。那么如果说你现在就在申根区申请啊，那么你就可以获得啊，只能获得了90天的远程工作强制签证啊，因为你进入申根区之后呢，申根区它可能会给你直接发个90天的逗留签证啊，逗留期嘛，然后呢，你这个只能发就顶天了，就是180天啊。那么你有这个签证的话啊，你在这个半年之内的话，你也可以在其他的申根国家啊待这个3个月。那么申请的话流程啊，申请只能以纸张形式提交啊，你要寄过去啊，申请表哎，你要通过普通邮件啊，普通邮件寄给移民局啊，然后投递邮箱在这里啊。那么你需要先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手续费啊，记住啊，银行转账方式要通过国际电汇啊，而且不能信用卡啊。那么国际电汇只能汇款啊。其实说实话，这个手续费还是很便宜的啊，就是几十美元嘛，并提交付款收据和申请确认啊，这个你要提交啊。申请呢也可以在该局接待处啊或首都以外的专员办公室提交支付啊。这个的话，如果说你当时现在你看其他地方啊，因为你可以在母国嘛，也可以在申根区申请啊。那么他为什么会要求就是你必须那个免签协议国家啊，就是你能免签申根区的国家才能去呢？那他是因为这样子啊，就是你这个签证啊获得确认之后啊，他也不会给你发一个电子签证函，那么也不会给你发个纸签，因为你护照你在自己手里嘛，你发过去的只是复印件嘛，对吧？那么他是因为你免签过去，免签到达这个冰岛之后呢，联系移民局啊，还是邮件联系啊，然后再给你发这个签证啊，那到了那边才给你发签证，对吧？那么支持文档啊，就是提交什么东西呢？照片、收据啊、护照复印件啊，复印件的话就是这些带有信息的复印件啊，尤其是去年进出啊申根区的出入境账啊。那健康保险啊，这个的话我在我视频下方有说明啊，关于数字游民的这个健康保险啊，哪些是可以全球可以用的啊。那么确认在冰岛逗留的目的的文件啊，那比如说那个雇主确认书啊，说明你已被授权在冰岛远程执行工作，那么确认啊，这个您在拥有永久居留权或正常工作的国家可核实为自营职业者。这个的话，说实话，你在开淘宝网店啊，开亚马逊啊，开什么类似于做电子商务的话啊，都是可以算的啊。那么确认您的远程工作收入啊，相当于每月啊这个100万冰岛克朗啊，大概是$7000吧。那么如果说这个比例算的话啊，这个收入来算的话，如果说你是一个雇员形式的职业人士来算的话，那你这个$7000收入的话是很高的啊。那如果说你是一个自营职业者的话，那你这个收入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可以达到的。因为$7000的这个，如果说营业额也算收入的话，对吧？那你这个完全可以达到，就是才5万多人民币的这个营业收入嘛，那很容易达到啊。那么员工可以出示啊，包含月薪信息的雇佣合同啊。作为一名个体经营者，您可以出示您打算远程工作的项目的合同以及商定的付款方式。
那么如果说你有合同的话，那更好啊。比如说有什么项目合同的话更好。那如果说没有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亚马逊啊，说实话，其实也是属于自营职业者一类啊。然后请注意啊，如果说你要为申请配偶或同居伴侣的话啊，远程工作收入必须相当于这个9100美元啊，我换算过了。如果有必要啊，移民局可要求提供无犯罪证明啊，那么配偶的话，这个证明文件的话都差不多啊，就是结婚证或确认同居啊。那么儿童的证明文件的话，就是这些啊，而且出生证明啊、监管文件啊，只有监管父母才能为他子女申请居留证啊。那么而且的话，这个儿童要教育啊，如果说你把孩子带去的话，孩子的话你要必须啊，冰岛的一所学校，那么同意再招收该儿童。如果说没有招收该儿童的话，那你这个儿童接受本国学校的远程教育啊，这儿童教育权利不能剥夺啊。那么这边的话，它是一个远程工作长期签证的话，申请表啊，我打开了啊。打开的话，它是一个英文版的版面啊，它是个英文版面。然后你就是这边它是在线的填表，然后打印下来啊。你看都打印下来。那么你这边的话，把它弄好之后呢，打印下来啊，打印下来之后呢，下面的话它是这种英文的啊，因为我把它翻译了一下啊，它上面的话是冰岛语的。那么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翻译的文件啊，其实都差不多啊，都跟我刚才说的都差不多。这个填表嘛，就是这些信息啊，护照跟签证申请差不多啊，换犯罪记录啊，有没有被罚款过，有没有被判刑过，是否什么警察调查的嫌疑人啊，然后有没有被禁止再次进入申根区啊。那么代理人信息，如果说别人帮你填表的话，这个代理人信息，那么你都记得吗？哪些东西啊带啊？就是这样子的啊，确认这个雇员啊什么，你去确认远程工作啊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日期说明，这个是日期签名的话，你签一下看一下啊，然后呢签一下就行了。然后后面这个后面的话是由移民局填写啊。我觉得这个申请这个签证的话，应该人不是很多。首先的话，冰岛的国家的话，去的人比较少啊，旅游的人还挺多。但是冰岛的国家呢，它比较孤悬海外啊，那么知道这个远程工作签证呢人更少，而且呢，欧盟国家人呢也不需要申请这个签证，对吧？跟你抢的人的很少。那何况呢，他还有排除了这些没法去申根区的国家的这些人申请，所以说呢，申请这个签证呢，估计人很少。那么今天把这个介绍给大家到这里吧。